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电脑网阿达的开箱报告。你的下一部电脑非电脑？去年看到这个 iPad Pro 的标语的时候呢，相信不少人都不懂 Apple 到底指的是什么。随着 Apple 晶片的 M1 SoC 降临 iPad Pro 2021。我们似乎看到了苹果对于未来的期盼是在何方啊？我们也入手了这一次的 M1 iPad Pro， 试看看它的实力到底如何，使用的体验有什么特别的。在我们快速开箱报告之后，我们也更长时间来实测这 M1 iPad Pro 的表现。我们很想知道，在更长的时间的使用上来感受一下 M1 iPad Pro 为什么敢逆势更坚定的用 M1 晶片走向更 Pro 的平板装置啊，包括 12.9 寸的版本有 Mini LED 的进化。那毕竟现在平板电脑几乎都是比较走向平价化，手机附属的一个大萤幕系统的一个概念，就是让你观赏看影片很方便，所以才会有人说什么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这种话。可是呢，你看 iPad 虽然它也有相对来讲比较入门的版本，就是一般的 iPad 跟 iPad Air， 可是 Apple 还是很坚定的发展 Pro 系列，甚至呢这一次直接端出了直逼桌面级的产品，就是 M1 的 iPad Pro， 因为它里面真的就是放上了一个桌面级的 SoC 啊。虽然说它全然不负 iPad Pro 这个名字，但是也有人真的就觉得说，这是不是有一点效能过剩的感觉啦？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的疑问啊，也是许多评测都想要找到的答案。那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检视一下这次 M1 iPad Pro 有哪些进化。iPad Pro 获得 M1 SoC 的强化，而且是全版本都是最顶规的8核新 GPU 跟8核 CPU， 还有神经网络引擎的一个规格啊，这是超越一般的 MacBook 比较平价版本的呢，它是采用的是7 GPU 的一个版本，再加上呢 1TB 以上呢，它就会有16GB 的 RAM。MacBook Air 如果是基本版，你要加到16GB RAM，它再另外加钱。1TB 以上，就现在也还有2TB 的，就要到7万块左右的一个价格了，它就会直接提供16GB 的 RAM。以规格来讲的话，算是诚意满满了，不用再加价去加 RAM 的规格。那重点是呢，就依然保持了10小时的高续航表现哦。个人认为呢，进入 Pro 世代的苹果平板电脑呢，演变到现在，其实一开始学到强化是萤幕方面120Hz 的ProMotion， 然后还有呢是扬声器的一个很棒的影音表现，就是直拿横拿都是可以有很棒的立体声的表现。后来还有 Apple Pencil 啊，还有行动网络的支援，这些都是 Mac 系列产品的比较少见的功能。所以之前你称 iPad Pro 是 Pro， 其实是 OK 的。那后续呢，甚至连一般电脑呢比较少用到的拍摄能力啊，主镜头它竟然是直接升到了双镜头。最主要是它加入了 LiDAR， 就是光学雷达扫描仪，反而是领先于 iPhone 先搭载在 iPad Pro 上面了。今年的 iPad Pro 也蛮好玩的，就是它在拍摄功能上面也领先于 iPhone， 先导入了更广角的自拍镜头。Apple 还使用这个功能来做了一个人物居中的功能，就是你在镜头怎么移动呢？通话或者是使用一些三方的 App 的时候呢，只要有资源，它就会用更广的自拍镜头来追你。然后这对于是现在 Work from home 居家工作啊、居家学习是一个蛮好用的功能，而且就算你有2个人，或者是你站起来，它镜头都会变广啊，或者是缩小画面这样子，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因为这个效果真的还不错，所以我会很期待下一代 iPhone 13啊，或者是 iPhone 12S 啊，对于喜欢录 Vlog 的人呢，应该是个非常大的加分。这一次我们也特别对比 iPhone 12跟 M1 iPad Pro 自拍最广角的效果，甚至还是拿着假装 Vlog 的一个使用情境啊，就来试试看它的稳定效果跟画质还有广角的表现是怎么样。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类似 Vlog 的使用情况，然后是跟 iPhone 跟 iPad Pro， 然后比较一下，就是Vlog 的，就是自拍的那个镜头的广度的效果。那现在是正常的比例啊，然后从 iPad 上面看起来，因为它左右有裁切，所以看起来好像说是比较窄。那实际上大头的效果应该是几乎是一样。那我现在切换成超广角 ，OK， 这就是 iPad 直接用超广角自拍的时候的效果。我觉得用起来的感觉应该是还蛮不错的吧，因为超广角的话，这样你就等于是有点像 GoPro 一样，然后自拍的这种状况。现在就是这种样子，蛮有趣的，因为我拿了12寸的平板了。不过你看我走动的时候的那个稳定效果应该是还不错，其实范围非常的广，差异是蛮明显的哦。然后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呢，iPad Pro 的自拍镜头呢是只能够用1080p， 所以我觉得如果 iPad Pro 这一个超广角镜头如果能够用在 iPhone 上的话，就是以后的 iPhone 的话，
应该是会蛮不错的哦。那比较可惜的是呢，目前来讲呢 ，iPad Pro 呢还不支援把超广角用在 Memoji 啊，还有 Animoji 的这个功能上面，就是它看到的还是比较窄的一个视野。我自己是很仰赖这个功能，就是我现在使用这个 Memoji 的这一个自拍的讲解的画面，等于说我可以变到更广，更好解释一些产品的功能，就是我可能就可以放在旁边，超广角来使用这个 Memoji 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这是有点可惜，目前来讲还没办法使用，就跟那个之前 WWDC 介绍的那个通用控制呢，目前来讲还是没有办法使用，是有一点可惜的地方啊。这一次呢 ，N1 iPad Pro 更新的重头戏呢，应该是现阶段 iPhone 跟 Mac 都还没有追上的120赫兹的 Promotion 的萤幕规格为基础，再加入了目前 Mac 最高规格的 XDR， 透过千呼万唤使出来的 Mini LED 呢，在12.9寸的 iPad Pro 上呢，展现了强大的高动态范围显示的表现。当然了，以2500多组的局部调光区呢，可能还是比不上就是单颗画素点又能显示的 OLED 的规格，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光晕。但是我说真的，我除非是很认真，就是用相机去调整曝光，想要拍出那个效果啊，不然其实眼睛直接看，在很大的对比，还有可能稍微感受到那个感觉。其实你眼睛也是会觉得会有一点刺眼，觉得到这蛮自然的一个效果啊。当然，如果你想要看到光线那种分界分明的话呢，那可能还是期待一下之后才。以目前来讲，我买 iPad Pro 的显示效果了，我觉得已经是非常超群了，相当厉害。你等于是买了一台10几万萤幕规格的平板电脑。就观赏体验而言，我觉得 XDR 的对比与色彩呢，真的是超越了以往已经觉得相当赞的 Liquid Retina 的萤幕啊，真的觉得这是没比较没有伤害啊。如果直接只看之前的萤幕，其实也是觉得很棒，配合原本就已经很优异的4喇叭系统，还有现在的录音4级的麦克风，在影音表现上面呢，我觉得 iPad Pro 又把平板电脑往上推了一个层次啊。在这样优异的规格表现下呢 ，iPad Pro 这个系列产品呢，其实在现有的平板电脑产品系列里面呢，已经是没有什么对手可以超越的一个存在了。甚至说像刚刚讲的 XDR 的规格，还有 M1 SLC 多面级处理器的表现，甚至你会觉得说，哇，它根本就是可以上看桌面电脑了。可是 iPad Pro 的硬体越是强大呢，是不是又越加深了软体方面没能跟上硬体的缺憾呢？实际上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吗？从 iPad 进入 Pro 世代开始呢，就会有人质疑说，它到底有什么资格叫做 Pro 啊？即使它的硬体规格是这么的强大，有什么 Mac 上面专业级的应用可以使用的吗？我们接触过的专业摄影师呢，也有提到，他其实自己是非常期待 Mac 的一些专业软体，包括 Photoshop， 然后 Lightroom 的多面版本，希望是有机会能够做到 iPadOS 里面，这样子的话，可以更有效的应用到 iPad 的硬体的效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先想想，既然 Mac 已经重回了 ARM 的架构，而且是可以直接执行 iOS 或者是 iPadOS 的应用，那苹果呢为什么不把 Final Cut Pro 啊这类的应用直接转去给 iPad 用？那不是更简单吗？甚至是 iPhone 啊可以用到专业级的剪辑或者是修图软体。那我想呢，如果说苹果真的想要这样搞的话，当初他们在 Mac 直接加上触控萤幕，其实就算是差不多意思吧，何必特别做一个 iPad， 然后说是后 PC 时代的一个产品呢？事实上呢，为桌面系统直接加入触控萤幕甚至是触控笔的品牌，市面上其实并不是没有那真正打造出以触控人声来使用的专业 App 呢，真的是少之又少。这种使用方式其实多半被当成是一种附属功能的存在。如果你真的想要认真使用的话，你还是会想要用滑鼠键盘来使用。我们先不论曾经出过，但是在 iOS 跟 iPadOS 没有继续下去的 iPhoto。如果是我们以 Adobe 的专业软体为例呢，虽然说他们一直有尝试把很多专业应用尽量就是丢到 iPadOS 甚至是 iOS 上面，但是始终来讲呢，体验一直都还是无法跟桌面版本抗衡，甚至有一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这方面我们当然也无可避免，就是 Adobe 有可能会希望大家尽量留在桌面版本订阅使用，这也是他们的老本行。这里你当然可以怪说 iPadOS 呢不太能够配合桌面级产品施展手脚，但另外一方面来讲这是否也代表着就是这数十年来能够满足桌上系统使用者需求的品牌，是不是到了原生触控的系统上面呢，就不再有以往的创新光环了？个人认为，苹果从开始提倡手指触控体验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以这样的操作体验为基础，从根本来打造新世代的使用者体验。也因为这样呢 ，iPad 跟 iPhone 呢才得以吸引这么多使用者持续的支持。那虽然说，随着 iPadOS 的逐步进步了，我们可以嗅到 macOS 的一些功能体验在里面。像我们这次特别申请到 iPadOS 15的公测版本，是用那个新的视窗快捷功能，就是那种3个点的选单呢，你会觉得跟 macOS
iPadOS 超像，还有 iPadOS 还加入了传档 Files 档案功能的进度条，非常的 macOS， 我觉得是很好的进步。当然就是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在往 macOS 靠拢？不过呢，我觉得 iPadOS 跟 iOS 其实透过 App Store 吸引到很多新世代的开发者，尝试在这个架构之下呢，打造一些原生触控的专业应用啊，这样相辅相成系统，然后充满创意的开发者，还有 iPad 的硬体的逐渐成长之下呢，我觉得苹果希望的是能够催生出以行动系统体验原生打造的杀手级应用哦。其实渐渐的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有别于桌面级软体的一些应用出现了。以 Apple Pencil 更好的拍摄能力，还有键鼠支援，其实就像是 iPad Pro 的无感，不仅让使用者呢可以利用来进行初步的创作，更容易让开发者就会创造出新世代的应用。不得不说呢，这样子的大业呢，怎么说都并非是一触可及的一个结果。苹果能做的呢，就是保持这个生态系的活力，并且向开发者保证了 iPad 所拥有的算力效能呢，现在已经是不亚于多面装置啊，就像 M1 iPad Pro 一样。对于使用者来讲，也许真的在非 iPad 不可的专业应用出现之前呢 ，iPad Pro 还只是满足专业使用者的部分需求，它已经很能够就是抓住创意发想的开头。那剩下来玩稿啊，或者是更深入的一些创作编辑，可能还是得要到桌面系统上面才能够达成。但是谁知道呢？也许在发展了几年之后，能够更利用机器学习啊 ，Apple Silicon 的高效率，包括 Apple Pencil 啊，然后触控萤幕啊，还有甚至 AR 镜头的一些创意的应用方式呢，也许超越苹果自家 Final Cut Pro 或者是 Photoshop 的应用了。真正被孵化出来的时候，也许桌面系统将不再是专业的唯一归属。这应该就是所谓你的下一部电脑非电脑的真正意涵吧。以上是我们这一次 M1 iPad Pro 就是2021年款的使用体验。喜欢我们电脑王阿达影片的朋友呢，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拜拜。